你堂堂世家大少，为何非要对一个丹田破裂的废人赶尽杀绝？废话，这破范本非要我妹给这渣男陪葬，我不杀他留着过年？哥，你疯了吗？他可是男主啊！而且他心脏长在右边，你刚才那刀根本杀不死他的。老子穿书1个月了，能不知道他心脏在右边？刚才这一刀是放血，这叫反派的自我修养。记住，以后杀男主，活着来2刀，死了补2刀，心脏右边补1刀，最后必须把头砍下来分开埋。你住手！那是他父母留下的唯一遗物，你连死人的念想都要抢吗？遗物，这叫金手指发射器。主，30年河东。哥，他嘴里还有东西发光。小小，看好了，废材流男主嘴里必定藏着大还丹，只要咱们把他的药碾成粉，他就算有9条命也得交代在这儿。哥，你塞符咒干嘛？防备有人突然降临强行救场，一旦对方把人带走，我就引爆符咒，让他连根头发都留不下。哥，你真损！这叫稳健。大少爷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此次我青云宗保了。果然，强行救场的 NPC 出现了。在这青云宗的地界上，本座的话就是规矩。这孩子与我有缘，你现在退去，本座可以既往不咎。王掌门，既然要讲规矩，那咱们就讲讲规矩。本座说了，本月宗门内务由本座一人裁定，楚少爷莫非要强插一手？少爷，账目核算好了。楚大管家，你这是何意？本座在处理宗门内务，休要胡闹。王掌门，咱们不谈内务，谈债务。念给掌门听听。天云历35年3月，青云宗翻修主殿，因资金链断来，向楚家借款10万下品灵石。当时掌门亲笔签字，抵押物是后山那3亩地，也就是叶晨现在的住处。天云历36年7月，宗门采购外门弟子服饰，因库房亏空，欠款3万灵石。同年9月，掌门过寿，向楚家周取极品灵茶10箱，至今未付。这些都是旧账，本座自然会还。还？你拿什么还？拿你的缘分还吗？楚服，念最关键的那笔。是，本月楚家原本要赞助的5万灵石护宗大阵维护费，少爷刚才交代不给了。什么？不给了？那大阵后天就要充能了。一旦灵石断供，护阵光幕就会碎裂，山下的妖兽半个时辰就能冲进内门。不给钱，大阵就会停转。掌门，到时候你打算用你的正义感去挡妖兽的嘴吗？楚凡，你竟然用这种市考手段来威胁宗门，修仙之人的风骨呢？清雪师姐，你脚上那双云丝靴挺好看的。你提这个干什么？那是云丝蚕土的丝，3000灵石一双呢，我都舍不得穿。我哥上个月刚交了赞助费，你这靴子就上脚了。穿着我哥给的保护费谈风骨，师姐，你走2步我看看烧不烧脚。掌门，这人你是保还是卖？保他，楚家今天就断供；卖他，这个月的灵石翻倍。楚少爷说笑了，本座方才只是见这弟子资质看可，想带回去教育一番。既然他冲撞了少爷，那便按照楚家的意思办。来人，叶晨冒犯金主，拔去后山听雨残柴房面壁。没本座的命令，谁也不准给他送饭。大锤，人走了没？回少爷，苏师姐刚从后门离开，下山去了。把监听音量调大，我听听他还要干什么。叶师弟，你受苦了。
楚内人行事乖张，但这正是磨砺你心境的好机会。修仙之人，当忍常人所不能忍。我给你带了些辟谷丹，你先对付几日，等掌门气消了，我再去求情。多谢师姐，今日之辱，叶辰铭记在心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他不过仗着几个臭钱，等我伤势恢复，定让他10倍偿还。碎了，老家伙还在不在里面？前辈，前辈，你醒醒，你说话呀！我知道你在里面。哥，他在叫谁？这屋里进贼了？在叫他的外挂，可惜外挂的信号塔刚才被我踩碎了，现在正处于服务区外。大锤，干活！楚家的走狗，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瞎叫唤什么？我们少爷买下这块地了，现在要搞合法的阵法铺设，再吵算你扰民。欺人太甚！这明明是青云宗的后山，他凭什么买？凭我们少爷刚才给了王掌门5000灵石。掌门连后山这3亩地的产权证都给办妥了，白纸黑字，城主府大印。这是清修之地，掌门绝不可能把地卖给你们。兄弟们，少爷说了，这地基必须打得深，今天通宵施工，加占费翻倍。楚凡，我是杀你！你看，这才是反派该有的基建速度。他不是想30年河东吗？我今天一晚上就把他的河东填成平地。哥，这噪音太大了，我瓜子都听不见响了，咱们要不回去吃？再等等，圣母的返场 CD 快转好了。你们这些目无法纪的狂徒，都给我停下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这里是青云宗清修之地，岂容你们如此放肆！这位师姐，麻烦你退到红线外面去，别影响我们打地基，砸到你我们可不赔。放肆！我是掌门首徒，你们眼里还有没有青云宗的门规？门规管不到楚家的私人领地，这是地契，你认不认字？楚凡，你到底想把叶师弟逼到什么地步？杀人不过头点地，杀人犯法，我可是个遵纪守法的生意人。我花钱买地搞基建，这叫拉动地方经济。强词夺理，你就是想折磨他。我今天就算拼了这条命，也不能让你们在此地动土。大锤，给他念。干扰楚家施工赔偿价目表：第1条，拔剑威胁工人，罚金200灵石；第2条，阻碍打中基作业1炷香，用工费500灵石；第3条，破坏阵法材料原价10倍赔偿。苏师姐，你这把剑要是劈下去，你10年不吃不喝都还不清。苏清雪，收起你那套不值钱的善良。你要是真关心他，你替他出钱买下这块地呀。你简直是个恶魔！没钱就闭嘴。大锤，接着砸。今天天亮前，我要看到这柴屋被高墙围死。兄弟们，开工！哥，要不要加盖个井？不用，留个口让它淋雨，这叫保留原生态。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风吹雨打，咱们这是在帮它磨砺心境。它跑了，这肉真塞牙。回去睡觉，明早来看看施工进度。
别翻了，那几条简陋定律我早背下来了。叶晨那边的电钻停了吗？回少爷，刚停。那小子在屋里憋了半个时辰，这会儿正翻墙往山下走。乔装打扮了吗？是不是披个黑斗篷，走路还故意缩着肩膀？少爷神机妙算，他连脸都抹黑了，生怕别人认出来。哥，我不是出院了，那个厨子做的肉太柴，咬得我牙疼。正好，今天带你去城里干大事。买肉吗？我要买上次那种长毛猪，还有咱家那口锅，上次炸服的时候裂了，得买口沉一点的。买最贵的。今天拍卖会上正好有一块万年黑铁，打成泰迪锅肯定沉。少爷，咱们真要去拍卖会跟他抢？那小子兜里总共就3块下品灵石。你不懂，废材流主角下山，只有2个目的地，要么去退婚，要么去捡漏。叶晨现在丹田碎了，退婚还没到时候，他急需修复丹田的药和上古功法。只要他看上的，不管多费，哪怕是一块擦脚布，咱们也要议价买下来。全买了，那得花不少钱。钱能解决的问题，那叫投资。让他拿到外挂反杀我，那才叫亏本。明白了，我这就去金迷天宝阁。要把全场都包了吗？包全场太招摇，包下最高层那个正对展台的贵宾席。楚大锤人呢？在外面候着呢。把他叫进来。少爷有什么吩咐？带200号人去天宝阁前后3条街设卡，凡是长得隐士高人或者落魄老头的，一律不准进场。少爷，怎么判断是不是隐士高人？第一，穿破烂道袍、胡子邋遢，还喜欢闭着眼睛装瞎的，全部给我请去喝茶。第二，凡是随手拿出一堆极品丹药要寄卖的神秘人，直接扣下查身份。第三，看到有地摊上摆着黑不溜秋破铁片、断剑残谱的，全给我买下来拿去炼钢。要是他们不配合怎么办？按天云城城建管理条例处理，告诉他们楚家在搞施工整顿活动，敢反抗的，直接拿铁锤讲道理。明白，保证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拍卖会。少爷这是怕有人暗中给他送钱？防患于未然。主角出门逛个街都能从路边摊捡到老爷爷，我不把所有的老头都清场，这觉睡不踏实。哥，这么多人，他们都来买锅吗？不，他们是来看有钱人怎么浪费钱的。这席位高度还行，就是1楼人太多，味儿重。哥，你看这个穿黑斗篷的，他是不是太冷了，一直在抖？那是激动的，他肯定觉得自己今天能中头彩。少爷，人找到了，1楼左侧第3排，那个缩在斗篷里的就是叶晨。第一件万年枯灵草，虽然灵气散尽，但对于修复经脉有奇效。起拍价10块下品灵石。就是他，老家伙说这草里藏着一丝先天紫气，只要拿下它，我的丹田就有救了。11块。楚服。100块。110块。500块。那是我的，你疯了吗？这只是一株枯草。楚服，去把东西拿过来。
楚凡，你根本不需要这东西，你故意针对我。针对你？你想多了。我只是最近看咱家后院那头灵猪有点营养不良。拿去喂猪，记得切碎点。你暴殄天物，你会遭报应的。报应？我只知道，这草进了猪肚子，比进你肚子更有价值。坐下，别耽误别人买东西。或者你现在掏出501块零食，我让人把猪肚子里没消化的那点挖出来卖你。下一件，古朴黑铁片，疑似上古遗物，起拍价50灵石。200灵石，这本残缺的剑谱我要了。楚大少爷，你不是钱多吗？有种你接着跟。这剑谱可是上古遗迹里挖出来的孤本。楚服，1000灵石，买下来。你上当了！这本剑谱全是错漏，经脉逆行，根本不能修炼。楚凡，你这个只会砸钱的蠢货，真以为别人看上的都是宝贝？拿上来，我看看有多错。少爷，确实是本烂大街的废书，上面还有虫蛀的洞，纸张一碰就碎。烂书？我怎么觉得这纸质不错，挺适合生活。我花1000灵石看个烟花，叶晨，你觉得值吗？你简直是个疯子！继续，拍卖时，下一件，古药鼎残骸，底座缺失，顶身有裂纹，起拍价，我就不信你连这种废铁也要。买下来。楚服，叫人搬把大锤来，当场砸成铁水。起拍价50灵石，100。2000，买下来。小小，这颗蛋晚上给你煎荷包蛋。哥，我要加葱花和酱油，还要多放点猪油。楚凡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这些破烂东西对你根本没用。对我没用，但只要你看过一眼，我就绝不允许它完整的留在尸上，要么变成灰，要么变成铁水，要么进我妹妹的肚子。你猜，下一件还能剩下什么？楚服，记在脑子里。少爷，请吩咐，老奴听着呢。废柴刘男主看上的破烂，里面大概率藏着上古大能的残魂、绝世神功，或者不要去赌里面到底有没有。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容器连到里面的东西一起扬成灰。诸位，接下来的这件是本次拍卖会的压轴之宝，上古遗物古朴黑铁片，此物水火不侵，刀剑难伤，起拍价50灵石。就是它，老家伙说里面的功法能重塑丹田，500灵石，我出500。楚大少爷，这是我全部的家当，你不可能再跟我抢，你根本不知道这东西的真正价值。我是不知道。楚服，10万下品灵石，这块铁楚家要了。10万？你作弊！你哪来的这么多现钱？你疯了吗？我没有现钱，但这整座天宝阁底下的灵石矿脉有30%是我楚家的，我拿矿脉抵押，你拿什么跟我拼？10万灵石，这块破铁片我要了。楚服，拿去给我妹打个平底锅，务必保留原汁原味的铁锈。少爷英明，老奴这就去办。楚凡，你根本不知铁片的价值，你我不懂价值，物。但我懂，只要你想要的东西，砸烂了准没错。楚大锤，把后院的熔炉搬上来。少爷，这黑铁水火不侵，一般的炉子化不开，那就加极品爆破符，1张化不开就加10张，10张不行就100张，给我炸开它！住手啊！那是上古传承，你这会毁了整个修仙界的瑰宝。大锤，动手，敲平它。哥，这锅好沉。10万灵石打的能不沉吗？以后就用它炒妖兽肉，受热肯定均匀。好嘞，我
晚上我就拿它炒刚才那个不知名妖兽蛋。没了，全都没了。楚凡，我做鬼也！哎，这人死过去了，快抬出去，别脏了天宝阁的地板。楚服，清场。另外，派人盯着他。既然他这块最大的机缘没了，今晚他肯定要回去摇人。少爷放心，施工队已经就位了。老家伙，你快出来！我的黑铁片没了，10万灵石，他把10万灵石当废铁打。徒儿，老夫这几日休眠，外界究竟发生了何事？老夫的本源魂力为何流失如此之快？是那个畜生，他买走了能修补我丹田的铁片，还当着我的面打成了平底锅。糊涂！机缘天定，岂能被外物所夺？那黑铁片没了便没了。没了铁片，我拿什么修补丹田？拿什么去赢3年之约？老家伙，你到底还有没有别的办法？莫慌，天无绝人之路。老夫当年游历天云城，在这后山枯岛绝壁之地，曾留下一坛万年灵乳。只要你跳下去，寻得那坛灵乳，不仅能重塑丹田，还能直接脱胎换骨。后山悬崖，好，我今晚就去。不可莽撞，绝壁之下危机四伏。老夫需传你一套探穴口诀，你且听好。这口诀关系到你能不能避开绝壁底下的凶阵。怎么回事？谁在外面？徒儿，这声音，老夫的魂体受不住这种震荡。老家伙，你刚才说的口诀是什么？我没听清。老夫说：“坤位左行，避开。”你说大声点，左行然后怎么走？老家伙，你出来，出来！你把话说完！都给我滚开！楚凡，你大半夜在这里发什么疯？施工啊，这地皮我已经买下来了，想几点动工就几点动工。你这是蓄意报复！我要去执法长老那里告你！去吧，顺便帮我催催他，上个月的保护费他还没交齐。几点了？回少爷，子时3刻。大锤，把10个高频噪音阵法和5个绝灵阵全部开到最大噪度，咱们天云城的基建速度必须拿得出手。得嘞，各单位注意，发动闸！老黑，老黑，你说话呀！你别装死！外面到底在拿电钻钻什么东西？楚服，你看，我就说这小子半夜不睡觉，喜欢对着空气说话。少爷神机妙算，他这是在练什么邪功？不是练功，这叫戒指藏老头。这种废材流男主身上绝对藏着个上古大能的残魂，专门半夜给他开小灶补课。对付这种没有实体的残魂，用高频噪音阵法最管用。这种高频震动能直接干扰神识编动，也就是物理超度。不，这叫信号屏蔽。只要他那老爷爷连不上网，我看他拿什么跟我斗。少爷这一手可谓釜底抽薪。修仙靠的是什么？是3班岛的建筑队。他半夜不睡觉跟戒指聊天，我不给他盖10个高频噪音阵法，都对不起天云城的基建速度。少爷，绝灵阵已经完全抽干了柴房周围的灵气，连只蚊子飞进去都会被憋死。不够，把地基往下挖30尺，用水泥浇灌，不能留一丝灵气渗透的缝隙。那噪音阵法呢？24小时连轴转，3班倒，绝不准停。明白，保证让他连自己的心跳声都听不见。他不是能隐忍吗？我看他能在这种环境里忍几天。
地方不留爷，老子自己去找机缘。哟，叶大天才，这大半夜的顶着我们的绝灵阵出去散步啊？小心点儿，后山路滑，别把你那脆弱的丹田又摔碎一次。燕雀安知洪都之志，尔等不过是卖身求荣的鹰犬。等我从后山回来，必让你们这群狗眼看人低之辈付出代价。少搁这咬文嚼字，你要出门赶紧走，别挡着我们铺设3号灵力管路。就是，咱们可是拿加班费的，没空听你念经。记得别碰坏了地上的隔离带，刮掉一块漆，你10年都赔不起。主夫，他出门带绳子了吗？回少爷，只带了一把破剑，连干粮都没拿。哥，他是不是饿傻了？大半夜去后山喂妖兽吗？你看他跑得直颠，连个手电筒都不带。他不傻，他这是去走流程了。主夫，记笔记。这叫跳崖不死定律。凡是走投无路的废材，只要找个深不见底的悬崖跳下去，下面绝对没有石头。没有石头，那有什么？只有绝世高人的洞府，万年成精的灵药，或者胸大无脑的绝色女修。而且悬崖崖壁上必定长满可以缓冲的藤蔓，就算脸朝下着地，也绝不会破相。竟有如此不合常理之事！那咱们现在派人去崖顶把他拦下来，或者直接在半道上挖个坑把他埋了。拦？为什么要拦？他既然想跳，咱们就给他垫个软和点的底。哥，你要给他铺垫子，那不是帮他吗？我给他铺的是工业防坠网。走，看看他选的是哪个悬崖。少爷，他去枯泽绝崖了，那里可是出了名的死地，常年毒瘴弥漫，底下深不见底呀。越是死地，机缘越大。通知楚大锤，把枯泽绝壁底下的地皮买下来，把施工队全部开过去。今晚我要崖底亮得连只老鼠都无处遁形。少爷放心，小的这就去办，一定把崖底的产权证明交到您手上。哥，咱们要去看他跳崖吗？这戏是不是得熬夜看啊？熬夜伤身体，让他先在悬崖上吹会儿冷风，酝酿情绪。咱们去崖底一边涮火锅一边等。网拉结实了吗？少爷说了，连只鸟都不能摔死。大管家把心放肚子里，500个兄弟加班加点，用了整整10里长的3阶金三丝，足足拉了10层拦截网。城中测过没？刚才推了3块1000斤重的巨石下去，连根丝都没断。别说一个人，就是一头6阶铁甲犀牛砸下来，也得在网上弹3下。好，楚吉龙那边呢？漏水的活暂完没有？马上收尾。大管家，万年灵乳的粘稠度太高，3号泵的转子有点卡壳。加灵石，开最大功率。少爷吩咐了，今天一滴都不准剩，连池子底的泥都得刮干净。好嘞，二组往灵力槽里压极品灵石，把滤网撤了，直接硬抽。阎老，你不帮我，我自己寻出路。天不生我叶辰，万古如长夜。楚凡，你仗势欺人，断我后路，毁我机缘。宗门欺我，同门辱我，就连老天都要绝我的路。你用几个臭铜板买通了所有人，但我叶辰的骨头是用铁打的，绝不屈服。今日我若命绝于此，便化作厉鬼也要索你性命。若天不绝我，赐我绝世造化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。台词太老套了，连个标点符号都没换，翻来覆去就这几句词，他背的不嫌烦，我听的耳朵都起茧子了。哥，这玩意儿好甜啊，就是有点糊嗓子。比城东王记的糖人还要粘牙，要不我们带回去做拔丝妖兽肉吧？别多吃，那是拿回去拌灵珠饲料的。灵节糖分太高，猪吃了长膘快，你吃多了容易坏牙。
哦，那我还是啃糖葫芦吧。哥，他怎么还在上面喊啊？这风这么大，他不冷吗？这叫前摇，大招释放前总得读个条，不然哪来的悲壮感？少爷，要不我让人在下面拿个大喇叭喊2句，催催他。不用，打断施法是不礼貌的。我们作为专业的反派，要给予猎物充足的表演时间。大锤，都退开点。所有人退到黄线以外，戴上安全帽，仰头看上面。我命由我，不由天。别乱动，弄坏了地里的阵盘，你这辈子都赔不起。我的万年灵乳，那是我的机缘。少废话，少爷在那边等你很久了。哥，这万年灵乳抽回来浇花，花绝对会被齁死。要不我还是拿来涮火锅吧。那当然，这就是个高级调味剂。小小，肉老了，赶紧吃。你暴殄天物，那是万载难逢的造化，你拿来涮肉。我买下的东西拿来浇花还是涮肉，需要跟你报备。机缘本是天定，谁先发现就是谁的。看清楚了，枯泽绝壁方圆5里，包括这个洞，都是我们少爷的私人领地。叶晨，你在我家地盘上非法潜入，还想抢我的锅底料？你们卑鄙！那是老掉牙的旧逻辑。在天云城，谁的地气先到，谁就是天。来人，把他绑在抽水机上听响。门票买了吗？就往私人领地里闯。你已经夺走了叶师弟的玉佩，为何还要在此设下陷阱，将他逼上绝路？苏师姐，别求他，他这种人根本没有心。下一句是不是他只是个失去了修为的可怜人？你为何不肯放过他？或者是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凡事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？因为这种没脑子的圣母台词，我这本册子里收录了不下50句。楚服，苏小姐，您这身白衫是北海冰南司做的吧？价值5000下品灵石，楚家上个月全额赞助的。您手里这把湛蓝剑，剑柄上的碧晨珠是少爷送的，价值3000。那是宗门发放的物资。宗门的物资全是我楚家掏钱给的。苏清雪，你穿着我家的衣服，用着我家的剑，跑来指责我这个大东家，道义大于灵石，叶师弟的机缘是无价的。你有种就杀了我，在这里炫耀财富算什么本事？杀你，在这脏兮兮的山沟里杀你，太没仪式感了。苏清雪，你既然想要正义，想要讲道义，那我们就回青云宗。你想干什么？去无望论道台，我要当着全宗门弟子的面，把这几年的账一笔一笔算清楚。哥，那个肉涮老了不好吃，我吃饱了。吃饱了就收工，锅里剩下的那点汤底给叶师兄留着吧，好歹是万年灵乳。楚服，清场，把抽水机全运回城，我们去论道台。当着历代祖师的训诫，当着全宗门的面，你今日必须给叶师弟一个交代。要交代是吧？楚服，把咱们家的交代给苏师姐看看。天云历35年，青云宗大殿翻修，借款10万灵石。天云历36年，内门弟子丹药采购，借款8万灵石。天云历37年，护宗大阵阵眼更换，借款15万灵石。
截至上个月，青云宗连本带利共欠楚家734200下品灵石。73万？咱们宗门不是名门正派吗？怎么欠了这么多钱？你以为你每个月领的凝气丹是大风刮来的？那是人家楚大少掏的腰包。听见没？这论道台的地砖都是我家掏钱铺的，你们站的每一寸地方都姓楚。修仙界讲的是道心，是锄强扶弱。你休想用这些俗物来掩盖你逼迫叶师弟的罪行。好，苏姐姐，你刚才说我哥仗势欺人，那你现在脚上穿的云丝靴也是我哥上个月交的保护费买的。你走2步，我看看烧不烧脚？你慷他人之傲的时候满嘴仁义，我跟你算住费的时候，你最好别拿没钱装穷。楚服，念账本。今天他要是还不清这套白衣的钱，就让他扒了衣服抵债。苏清雪个人名下挂账：冰蚕丝法衫1件5000灵石，碧晨珠1颗3000灵石，日常修炼耗材每月800灵石，总计21000灵石。我没有抢，机缘本是天定，我是为了公道。天定的机缘为什么要在我的地皮上刷新？因为老天爷都知道，这宗门连修屋顶的钱都掏不起。你口口声声说他可怜，说我断他喉咙，你这么善良，怎么不把自己的月季让给他？怎么不把这身法衣当了给他买丹药？用着我的钱养着我的仇人，最后还要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审判我，苏清雪，你要脸吗？少爷，汉子回报，叶晨狗急黄强，去天云城黑市用10年寿命换了个替死傀儡。替死傀儡，册子第72页的经典套路，杀了本体，借尸还魂，几年后换个地图继续装。天真，要不要派人在黑市门口把他截杀？杀什么杀？他既然想玩复活，我就直接端了他的复活点。第1分队到齐，请少爷指示。今天不砍人，今天开启因果律打击防范课程。所有人都给我听好，男主有替死傀儡，绝不能只杀本体，杀了他因果线一断，就再也找不到他背后的老巢了。少爷的意思是放长线钓大鱼？错，是连鱼塘一块炸了。遇到带外挂的男主，基本流程是什么？大锤，你背一遍。报告少爷，活着来2刀，死了补2刀，心脏右边补1刀，最后砍下头分开埋。那他要是有替死傀儡呢？这说明书上没写。现在我给你们加上：遇到替死道具，先抽因果线，顺藤摸瓜，找到复活点，直接浇铁水封死。浇铁水封死。楚机灵，黑市交易记录拿到了吧？提取因果线。少爷放心，那黑市老板收了咱们5000灵石，早就把叶晨留下的精血气息刻画下来了。开始扫描替死傀儡锚点。东南方，气息在快速移动。停了。方位。天云城郊外，黑风山旧址，距离30里。30里，这距离还挺会挑，刚好在天云城的灵气盲区。大锤，带上家伙，通知重型阵法组，把咱们仓库里那几台铁水车全拉出来。遵命，少爷。那本体咱们还管不管？本体不过是个诱饵，端了老巢，他那个替死傀儡就是一堆废木头。出发。少爷，黑风山那是无主之地，咱们这么大张旗鼓的过去开挖，
城主府那边要是过问起来，给城主送1万灵石，就说楚家要在黑风山搞地质勘探，帮天云城排查地质灾害隐患。少爷高见，这是造福一方的大好事。楚凡，挖深点儿。男主的老爷爷一般都喜欢睡在地下几十米的墓穴里。还有，都给我轻着点，别破坏城路墙，塌了还得算工伤。少爷放心，咱们这批铁锹是加了破甲阵纹的，挖坟绝对是专业对口。哥，这荒山野岭的蚊子也太毒了，我们干嘛非要自己来挖啊？这叫斩草除根的仪式感。你不把复活点亲手挖出来，晚上睡觉能踏实吗？少爷，挖掘进度很快，不过这片地皮是公家的，咱们这属于违章动土。要是城主府的巡查卫过来，罚款多少？城主府的规矩，私自破坏山林，按面积算罚款500灵石。给他5000，让城主府的人这2天别往黑风山转悠，剩下的当封口费。全都是按您的要求，把废弃灵气熔了熬出来的特种铁水。明白。另外，4辆铁水车已经就位了，温度够把岩浆都冻住。很好，等会儿只要看到棺材板，直接拉管子浇进去，别磨叽。少爷，挖到了，下面有块青铜板，上面刻着碧水阵纹。碧水，那说明里面干燥，正好放火。少爷，这板子上有禁制，硬砸恐怕会触发自毁，要不要请机灵过来解阵？解什么阵？我们是来拆家的，不是来考古的。楚大锤，把那条因果线给我理直了。拉直了。绑在青铜板的铜环上，打个死结，然后让上面的人拉网，准备接管这个复活点。楚凡，你权势滔天又如何？只要我熬过今晚，3年之约上了擂台，我必取你狗命！有这替死傀儡在，加上炎尊者的秘法，我至少有2条命。楚凡，你再怎么算计，也算不到这因果法则的玄妙。师尊，您怎么了？是不是之前的噪音阵法的后遗症？真斗，有人在敲老夫的木门。木门？师尊，您的陵寝不是在天元城郊外的黑风山地下吗？那里有上古隐匿阵法护持，谁能找得到？老夫怎么知道？那锤子砸在青铜门上的动静，顺着因果线直接震进了老夫的灵体里。他们不仅找到了，他们还在拿铁锹撬老夫的重筑墙。徒儿，外面那个姓楚的，顺着你那替死傀儡的因果线，带人去刨为师的祖坟了。怎么可能？因果线是虚无缥缈的规则，他怎么可能锁定实体？这群疯子根本不讲规则，他们不用阵法破拆，他们在用铁锹撬老夫的重筑墙。少爷，里面是个空棺材，放着一具傀儡骨架，因果线就连在骨架上。这就是他的复活备用机。楚服在，铁出车开过来。到，把整个骨穴给我填平。烫！铁水，他们在往老夫的墓里浇铁水。师尊，您撑住，只要撑过今天，我上了擂台就能翻盘，我一定帮您重塑肉身。翻盘？老夫连灰都不上了，拿什么翻盘？徒儿，外面那个姓楚的已经顺着替死傀儡的因果线，在挖掘进去刨为师的祖坟了。这师徒缘分，咱们就走到这儿吧。师尊，你不能丢下我！老夫要命！
复活，在我面前玩复活，我不把你的复活点用水泥封死，我就不配当反派。少爷，这铁坨子要不要再砸2锤？不用了，温度降下来比玄冰还硬，他老人家在里面睡得肯定很安详。收工回城。少爷，明天就是青云宗的3年之约了，去库房把那几份文书找出来，明天咱们去收账。3年之约已到，楚大少，你敢不敢出来受死？怎么，堂堂天云城第1大少，今天要做缩头乌龟吗？让一让，别挡着！来了，楚家的车队进山门了！快叔叔，今天拉了多少箱零食？前头那10辆全是大车，少说也有50箱。楚大少出巡，排场那是真金白银砸出来的。听说那轿子顶上镶的全是拳头大的夜明珠，今天可算开眼了。你们这些趋炎附势的走狗，等我斩了那个纨绔，看你们还笑不笑得出来！楚福，这青石板路太颠了，明天叫工程队来重铺一下。少爷，这可是青云宗主峰的山道。主峰怎么了？钱不到位，山头我都给他铲平。今天几号了？回少爷，初8，该结上个月的账了。我刚才在路上还盘算，这青云宗上个月借的修缮费利息是不是该往上翻一成了？少爷放心，老奴昨晚就算好了，连本带利1分都不会少。姓楚的，你给我滚上来！这黑曜石擂台，今天就是你的葬身之地！叫唤什么？这擂台隔音效果也太差了。楚少爷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这点小事让管家跑一趟就是了。王掌门，今天这事儿可不小，我怕楚福一个人镇不住场子。哎呦，少爷这叫什么话？有老夫在，谁敢在青云宗对您不敬？掌门，这生死台的规矩可是开派祖师定下的，上了台生死由命，今天谁也护不住他。叶晨啊，你先闭嘴，少爷有正事要办。正事？生死决斗当前，还有什么事比这更大？你们青云宗难道连老祖宗的规矩都不顾了吗？王掌门，您先看看这份账单，上个月护宗大阵的零食消耗清单超支了2000块下品零食。楚大管家，上个月后山闹妖兽，大阵开得久了些，您多担待。多担待，2000块零食不是钱。大锤，这笔账算在谁头上？按规矩，这钱得从青云宗弟子下个月的火活费里扣。扣火活费？那我们吃什么？都怪台上那个废物！要不是他非要下什么战书，少爷怎么会亲自来查账？就是自己丹田废了，还要连累我滚下来！你们被资本蒙蔽了双眼。等我证明了自己，你们就会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天骄。规矩，哼，我最喜欢讲规矩了。既然讲规矩，那就拔剑上来受死！楚福，把东西拿出来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今天断恩生死台上，我必取你狗命！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别喊了，看看这是什么？青云宗山门地契，主峰开采权，连带这块黑曜石擂台的产权。你胡说什么？这可是修仙宗门，不是你的商铺。修仙不需要吃饭，不需要发月资，不需要买飞剑。王掌门，给他解释解释。叶晨，宗门已经将全部资产抵押给楚家了，现在这擂台是楚少爷的私有财产。祖师爷定下的规矩，难道就凭他几个臭钱就能废了？修仙界也是要讲人情世故的，你3年没交过1分钱月例，还敢踩坏楚少爷的黑法师地盘？听清楚了吗？今天是一场生死对决，你因为左脚先踏上擂台被开除了。开除？我是青云宗内门弟子，你凭什么开除我？叶晨，楚老板说了，修仙界不是打打杀杀，是人情世故。你的人情没交费，宗门真的留不住你呀。楚大锤，在。少爷，我说了，让他滚。放开我！楚凡，你不得好死！你违背天道！天道要是敢欠我的钱，
我连天道的祖坟一起刨。我命由我不由天，30年！闭嘴吧你！少爷的擂台也是你配站的。王掌门，这擂台的黑曜石反光太刺眼，明天找人铺上红毯，费用从你们下个月的赞助里扣。是，少爷说的对，红毯喜庆，明儿一早就铺。楚服，收拾东西。少爷，咱们回天云城吗？不回。听说隔壁烈火宗出了个被退婚的天才，刚刚还在大殿上喊什么30年河东。少爷的意思是，去查查烈火宗的账本。我最喜欢看天才还柴的样子了。